你好，我是 Ryan。这段影片会教你如何使用 Python 程式语言将文字转为语音。透过这个方法，你可以将书籍、文章、杂志的内容转为语音给自己听，或是透过 API 整合跨平台的系统，实现客制化的语音服务。如果你手边已经有现成的影片脚本，这个转语音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将脚本转为影片的说话声音，加快你创作的速度。文字转语音的英文是 Text to Speech， 这类技术和服务我们简称 TTS。以下内容我用 TTS 来表示文字转语音的技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相关的服务，像是 Google 就有提供 TTS 的服务，但是超过免费的额度之后就需要收费。台湾也有一个 TTS 线上服务，叫做雅婷文字转语音，更贴近台湾在地人的口音。这些服务品质都很好，速度也很快。但如果你只是要做一个自己的系统，或是提供一个小服务，可以使用 Python 的 TTS 套件 PyTTS X3。这个套件有提供完整的 API 文件，我将官方文件的网址放在下方资讯栏当中。这个 TTS 套件使用的方式非常简单，不过你要先安装好这个套件，才可以在程式中使用它。我现在在 Jupyter Notebook 的环境下编写程式。首先我要 import 这个 TTS 套件进来，然后我要定义一个变数 text。我希望能够将这个变数里面的文字转为语音，所以我先输入一个简单又常见的示范 Hello Ryan。然后我要定义一个变数 engine， 它会是等一下要转换语音的物件。接下来我都会透过这个变数 engine 使用 TTS 套件中的功能。接着我用套件中的函式 init 产生出一个转换语音的物件。我使用 engine 中的函式 say 帮我们将文字说出来。这个函式很容易理解它的意义，就是将刚才的文字当作参数使用就可以了。最后我呼叫函式 run and wait 就可以完成了。执行看看它会怎么说。 Hello Ryan。执行之后，你就可以听到它将这行文字转为语音说出来的。不过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速度太快，而且语调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换一种发音和调整语速试试看。我们观察这份 TTS 套件的 API 文件，可以找到它提供一个名称为 getProperty 的函式。这个函式提供4种参数，分别是说话的语速、语音、语音清单和音量。参数 rate 如果没有设定的话，预设值是每分钟200个字。另外 voices 会列出所有我们可以设定的语音选择。现在这份清单就是所有可以设定的语音选择。这个语音会依据你的作业系统而有所不同。我目前是用 Apple 的作业系统，所以在 ID 会显示 Apple 开头的名称。我现在想用一个名字为 Samantha 的语音设定，它的语言是英文，所以发音会比刚才预设值用中文的设定来得好。我可以先将这个 ID 复制下来，然后使用函式 setProperty 设定 voice 为这个 ID。然后我想调整说话的速度慢一点，因为 Hello Ryan 只有2个单字，讲太快一下就结束了。所以我可以设定语速为50，这样说出来会比较清楚一点。我来执行看看说出来的效果如何。 Hello Ryan。 听起来会比刚才好一点。我来试试看另一个语音设定。这个设定值的名字是 Fred， 它是1984年贾伯斯介绍麦金塔电脑时第一次用电脑将文字转出来语音的发音。 Hello, I'm Macintosh. It sure is great to get out of that bag. 这次我将语调速度调快一点，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声音如何。Hello, Ryan. 听起来有一种年代久远的味道，不过还算是清楚。除了读取程式中自串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读取外部档案中的文字，转为语音念出来。我现在在设定好 Property 程式码下方加入打开档案的程式码。我用关键字 with 和函式 open 开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文字档。
这个档案取名为变数 file， 然后用 for 回圈，一行一行的读取档案中的文字。在念出文字之前，我想先列印出档案中的文字，所以我用韩式 print 列印出来，然后再写上刚才示范过的韩式 say， 将文字念出来。我前面用的都是英文示范，这次我们来看看中文转换语音的效果如何。我把 voice 设定为中文的语音设定，语速设定为每分钟120个字。文字档中的内容，我引用 BBC 中文网的一个段落。这篇文章是 BBC 成立100周年的反思。这个传统媒体面对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资讯快速传播的时代，他们该如何面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Google 一下，看看 BBC 这篇文章。我用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作为范例，我现在执行看看。在一个谎言比真相传播得更快的世界里，认为准确是神圣最高原则的信念已经受到了破坏。社交媒体对新闻行业来说是灾难性的。你可以听到这组语音设定是我们常听到的发音。中文字除了这组设定以外，还有香港的粤语发音和中国的发音，你可以自行选择适合的发音设定。这个 TTS 套件的语音设定还有很多，像是韩语、德语、日语都有。最好依据文字的语言给予相同的设定，说出来的语音效果才会是最好的。我会将这个设定清单放在资讯栏当中。最后我想测试一下日语的效果，因为我现在住在日本福冈，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所以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漂亮的景点——海中道海滨公园。9月底到11月中会有秋天的花季，它位于福冈市的北边。这个公园腹地很大。制作影片的前几天我才刚去过，园区非常的漂亮，里面有小朋友可以游玩的设施，很适合亲子出游。秋天的凉风搭配多种颜色的花海，非常的舒服。我在福冈市政府的官网复制一段文字，然后贴到程式读取的文字档中，将语音设定改为日本发音。执行看看。海の中道海浜公園で開催される秋の一大イベント、海中花祭り。真っ赤に紅葉したコキア4000株やコスモス120万本の広大なピンクの花畑など、見どころ満載です。执行之后，你就会听到将日文转为日语发音的示范。官网文件中的范例也有介绍如何将语音制作成档案。我们只要呼叫程式 Save to File 就可以了。你可以存成 MP3 或是 WAV 的档案格式。这个 TTS 套件可以快速帮我们实现文字转成语音的服务。我们可以使用 Google API 整合行事历、Gmail 等服务，将今天排定的事项和 email 的内容念出来。我们也可以将爬取运动数据资料和股市资料的系统整合加入这个 TTS 套件，制作成能够带有语音服务功能的自动化系统。最后我打一个小广告，如果你对于这类整合多功能的自动化系统感兴趣，可以参考我制作的 Python 自动化工作术。这堂课程会教你自动化的档案管理、Excel、Word 等文书软体的自动化操作方式。当你将重复的工作自动化以后，可以大幅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和节省你的工作时间。我将课程网址放在下方资讯栏当中，欢迎你点击阅览。最后，如果这段影片对你有帮助和启发，也请给予我一些留言、支持和鼓励，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